今天是我们这个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的最后一场活动，然后我也很开心，今年的这个最后一场活动可以来介绍2号公寓的档案。那这个计划从2022年开始，我们每一年的公众活动大多都是跟着我们的档案还有研究工作进度去一起发展的，所以在2022年跟2023年的时候，大多是在讨论解严以后的艺术跟社会活动是什么样子的状态。那我们也透过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艺术档案的模式与方法。然后每一次的讨论，其实都对于我们用什么方式去理解台湾的艺术空间，以及用怎么样子的框架去思考艺术档案的工作如何进行，都有很大的帮忙。那到了今年呢，我们的档案工作其实开始有比较多具体的成果，所以1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先介绍了阿普画廊还有新兵码头的档案。到了6月的时候，介绍了新乐园艺术空间的档案。那这次要介绍的，则是我们在所有的档案里面成立时间最早的2号公寓。在之前我们的那些介绍档案的座谈里面呢，邀请的语坛人通常都是营运空间者。然后一起去分享当时的成立的一些状况跟转折。那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邀请了对2号公寓有长期的观察还有评论的黄海明老，还有参与，没错，不能忘记还有参与的黄海明老师来当语坛人。那等一下，其实稍微看一下档案就可以知道黄海明老师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参与2号公寓的活动。那老师这次也为了这次的讲座非常用心的准备了一些简报跟资料，然后晚一点会再请黄海明老师上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一次的讲座标题就是介绍2号公寓档案及其如何成为一场运动。我想大家应该是可以感受得到说，我这个2号公寓多少是有一种风起云涌的味道在里面。所以在正式进入档案之前，我想也还是有必要为大家介绍一下2号公寓成立的时候的那个时代背景是什么，然后才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那个时代意义跟2号公寓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到底是什么。那这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2号公寓档案的一个截图。2号公寓成立于1989年，然后结束于1994年。在2号公寓成立的10年前，就是1979年，那时候还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社会，面临的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的外交挫败。那这个事件也间接促使了以民主化为诉求的党外杂志，党外杂志指的当然是当时执政党国民党的党外杂志，美丽岛的成立。那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爆发以后，虽然有许多民主运动人士被捕入狱，但是民间推动民主化力量并没有消散，而且在1980年代，随着亚洲各地的第3波民主化运动不断的累积。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由记者韩乃正拍的美丽岛事件当天游行的一些现场，在高雄。那我刚刚讲到说，这个第3波民主化运动，对台湾尤其影响最深的，就是1986年2月的时候，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它透过公民的集结，去推翻了执政20年的马可仕独裁政权。这个非暴力的革命，也让台湾的民主运动支持者受到非常多启发。目前看到的这个非暴民革命的其中一个典范，就是菲律宾的人民集结起来，试图用肉身抵抗坦克车。这次的影响呢，使得台湾的民主运动人士就决定在1986年5月19号这个戒严纪念日发起了519绿色行动。透过集会游行去诉求和平的取消戒严。那目前画面上看到的文件，就是绿色行动的发起者之一郑南榕先生所创办的另外一个党外杂志《自由时代》周刊的内文。那这个《自由时代》，因为当时党外杂志其实
取缔的非常严格，所以它必须不断的更换名字，然后用不同的名字来持续生存。那现在看到的这个呢，是网络上可以看到全文下载的《自由时代周刊》的第114期。那在这一期里面，我有稍微画了一下这个重点，还有大概讲了一下说这个菲律宾的民主运动跟这一次的519绿色行动有什么样子的关联？那在这一份报道里面是519绿色行动已经结束之后，在自由周刊里面的报道。那其中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来去访问自由时代周刊的这些参与者。那像这边他们就先是提到了说菲律宾反对派是如何借着人民的力量，用和平的方式去推翻了马可仕的这个政权。然后其实这样子的事情对于可能会带给包含亚洲其他国家，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韩、台湾，有什么样子的启发跟影响？然后所以其实在当时。台湾本来就是属于亚洲的民主化运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那郑南榕先生呢就有提到说，他在2年前，艾奎诺是美国的反对派领袖，从美国结束流放生涯要返抵国门之前，非国的反对派人士就发起了系黄色丝带运动。那这个艾奎诺遇刺，等于就是他一下了飞机到菲律宾之后，马上就被暗杀了。那黄色就成为反对派的代表颜色。那之所以这次会成为绿色行动，其实也就是跟菲律宾用黄色丝带的这个颜色得来的启发。那顺带一提是，艾奎诺返回菲律宾的中间呢，其实是由台湾这边桃园机场出发前往菲律宾，然后在上飞机之前，他也是很担心自己的安危，所以也跟记者说，他也不确定下飞机之后是否真的能够平安的返回家，也许那个就是最后一次他跟所有记者们讲话的唯一的机会，那这也是很不幸的一语成谶。好。那到了1987年，就是隔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519绿色行动的隔年7月呢，台湾就终于解除了戒严令。到了1989年4月，我们刚刚提到的郑南榕先生为了追求完全的言论自由，不幸自焚身亡。那在2个月后，在台湾海峡的另外一边的中国大陆发生了6·4天安门事件。在2个月后呢，天安门事件在2个月后，2号公寓就正式开幕了。那当然并不是说2号公寓跟这些政治活动或者政治事件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当时在台湾甚至是亚洲跟欧美，其实都处于这一种追求民主跟自由的思潮底下。那我认为这一种对于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当然也就影响了在那个时代成立的艺术空间。那这个时代精神的其中一个特点，正是强调共同营运、共同决策的合作画廊的模式。这种模式就包含1989年在台北成立的2号公寓。然后1990年在高雄的阿普画廊，还有1992年在台南成立的边陲文化等等，那他们强调的都是透过集体讨论去取得成员共识的这种经营方式，用这种自主自觉的精神，在艺术场域里面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改革。那我们先看到这一份呢，就是那时候1989年2号公寓成立的时候的一个生活公约，然后所以可以看到说开放时间几点到几点，然后它其实也有规定说每一个展览的开幕的时候，它应该是在哪一天发生。然后他们也规定了要例行聚会，因为他们相信你必须透过不断的集结讨论，才能够真的去凝结彼此对于艺术的力量，跟促进批判性的思考。
然后下面可以看到说，所谓的所谓的合作画廊，就是大家共同出资，所以这共同基金是每个人5000元，然后是用完了再缴。然后它也说明这个5000元是用在哪一些设备啊，或者是水电补贴，还有其他共同开销的开支上面。那他们也有一些简单的分工，比如说这边是联络，就是萧彩新先生是创办的成员，也是提供最一开始2号公寓空间的艺术家。那财务是洪美玲，现在也是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前辈艺术家，然后他的画是非常很迷人，很有80了吧，对。然后其实他们的这个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其他就是说看到状况，那就是用自愿的方式互助，他也没有规定说大家一定要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那当然，如果成员进来的话，都要缴交个人的基本资料、履历啊、创作观啊，还有幻灯片。然后这边也是关于所谓民主精神的展现，是如果有新进的成员，并不是说哪一个人决定好就算了，他是要以基本成员过半才能够通过，也为原则。然后这边也特别讲了说，本域性质乃提供部分个人住宅空间为作品发表之用，不具营业之立场。那如果有买卖，与本域及域主无关。啊，这个就是2号公寓当时成立的时候一些非常基本的原则。那我们在这篇报道里面呢，只是可以看到2号公寓它被形容成是一个跳脱权威体制的自主空间。那在这里的权威体制指当然就并不是政治制度，而是由商业画廊去形成的市场机制。那2号公寓的自主性呢，便是展现在大家共同出资，透过经营一个不交易、不抽成的展示空间，来追求创作上的自由。那同样的，就像许多人在戒严时期会透过自己出版跟发行地下杂志来表达不同于主流立场的意见。2号公寓他们其实也自己透过自己出版的一系列刊物来表达他们对于这些当时所谓前卫艺术的想法。那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一次我们所收到的这些刊物的档案，在1990年创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做2号公寓，它就叫做2号公寓艺讯。然后呢，到了第5期的时候，它改名叫做2号公寓艺术论坛。那这边也可以稍微看一下，看到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是。第1期的时候，2号公寓它叫做 Apartment No.2， 这是它的官方的英文名称。到第5期的时候呢，它改名叫 Space 2。那这个改名其实也是很多人有时候会有点混淆，到底2号公寓的英文名称是Apartment No.2 还是 Space 2？那其实2个都是。那会有这个改名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这个2号公寓。Apartment No.2 的原因是，叫做 Apartment No.2 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地址是在和平东路的某个小巷的2号嘛，所以它叫做2号公寓。那英文名称就很直接的去反映了这个地址的特性。那可是后来当萧台新老师退出2号公寓，然后2号公寓这个地方不得不再另外找一个新的空间的时候。搬到新的空间的时候呢，它的门牌号码就不再是2号了嘛，但它好巧不巧，它还是在2楼，所以就用这个原因，就还是沿用了2号公寓，但是把英文名称改名叫做 Space 2的原因。2号公寓它还叫艺讯的时候，其实就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主要都是在。发表当时展览相关的一些讯息，还有2号公寓成员所参与的展览讯息。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边有说他最近在2号公寓内的档期有7月7号到29号有张清峰，然后后面还有对外甄选的联展，然后9月林正荣陶艺展。那在隔几页呢，就是是。
分享的展览讯息是台湾档案室，那连德成老师2号公寓的成员也是台湾档案室的其中一个成员，那他们也会分享成员所参与跟发表的展览讯息。那到第5期开始，它叫做2号公寓的艺术论坛。那里面的内容当然就变得越来越多元。那除了一样有展览讯息，还有成员自己的书写，或者是成员对成员之间的评论以外，也包含了一些国外的艺术相关状况，还有当时的比较新颖的一些文化概念介绍。那黄海明老师呢，就是后来在改名为艺术论坛以后，时常去贡献文章跟书写的其中一位。那当然，这种所谓的合作画廊，其实在当时是一个由国外借来的概念。那这个国外所谓2号公寓参考对象，其实是来自于创始成员艺术家萧台兴在美国念书跟工作的时候所接触到的艺文空间形态。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2号公寓的成员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成员都有着在美国求学经验。然后也是为什么台湾后来，比如说我们在90年到2000年代去讨论关于替代空间或者是另类空间这样子概念的时候，大部分是用美国的经验跟脉络来定义。所以我们在讲替代空间或者早期在讲另类空间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翻译的词汇。那这个词汇一开始就是来自于美国经验的 alternative space。那当然，虽然说合作画廊的这个概念呢，它是由美国的经验借来的，但它的2号公寓本身的这一个命名，还是跟台湾自己的艺术发展脉络有关。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说2号公寓其中一个命名的原因，或是大家最熟知的原因，就在于因为它的门牌号码是2号。但其实它，如果我们再更深一层去找，当时的一些资料，可以发现它这边写说，2号公寓的命名呢，其实是有感于一般画绘形态，会无形中以画风的组成界定了创作的格式。所以应该就是说，在台湾的战后，大概到90年代或者80年代以前，大家这些艺术家的集结跟集会，其实是以画会的形式居多的。比如说最熟悉的，当然就是5月画会啊、东方画会。所以这些画会的形成，其实是多多少少都是大家的创作风格类似啊，所以我们组合成一个团体。那2号公寓它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希望有给人家一个共同创作风格的印象，所以它不以画风，也不以参与者命名，而是以空间为名称，所以希望透过以空间为名来为创作留下更多的自由的色彩。那但是当然啦，就是说，尽管一开始2号公寓的这个立意呢是2号公寓这个名称本身是在为了这个展示空间作为命名，可是它的成员的组成其实就很容易给外界一种是一个艺术团体的形象，因为它终究是一个半封闭的成员组合。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对外甄选联展，虽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可是并不是说啊，反正你只要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嘛。那还是要经过某种程度的筛选跟挑选的标准。那久而久之，这些虽然说风格不太一样，但是似乎都有一些新奇有趣的创作方法的这种组合，就被外界当成说，那这就是一个艺术团体一样的想法。那他们第一次以一个艺术团体去外面做展览，就是在北美馆，就是1991年的时候，北美馆当时地下室的空间刚成立。然后B04展览室就是我们现在蛮常去的。那它下面的地下室空间刚整理好，要
作为一个展览空间了以后呢，他们就邀请了2号公寓去帮他们策划在地下室的第一个展览。那2号公寓也成为了在当时开始有的一些独立艺术空间里面首次以独立艺术空间的身份，或者是以独立艺术空间所相关的团体的身份踏入北美馆，踏入这个官方的主流艺术场域去进行展览。那这件事情当然对于后面独立艺术空间如何慢慢成为主流是有非常大的历史性的标志的作用的。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这一张是我们这次这个展览的邀请卡。在上面特别的地方呢，当然除了说主题本身相对于以前其他那一种比较唯美的或者是可能跟社会批判意识相对没什么关系的主题来看，它这次是以公寓为展去进行一个社会性批判的展示，同时在开幕当天呢，它还备有流水席，然后破土开工仪式跟工地秀助兴。然后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仔细看跟这个展览相关的几个档案的话，会发现在大部分的档案报道里面，其实最吸睛的都是这个破土仪式还有工地秀表演。他们就是真的找了去跳工地秀的女郎，然后在现场跳舞给大家看。然后，所以看起来当然就是会觉得好像跟美术馆那种高尚的气氛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也因此，其实那时候有一大堆报道，比如说《中国时报》啊、《民生报》啊、《自由时报》啊，大家都会报道。那多多少少呢，都是在在整个版面里面，那个图片放最大的都是这一种比较能够吸引观众关注的这个跳舞女郎的图片在里面。那其实我这次没有放，但是有一个有趣的报道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看报道，当时大部分的报道都是跟，比如说文化艺文报道是跟影视娱乐新闻放在一起的嘛。然后，所以我们看其他的大部分的报纸呢，都是影视娱乐跟文化报道去报道说，这个2号公寓在北美馆开幕的一个新展，然后是什么什么样子。然后介绍当然都很短暂，但是当时只有《自由时报》把这个版面呢放在社会版，所以你一进去的那个报纸的那个社会版面是，你会先看到上面有一些什么杀人事件啊，或者是奇怪的社会枪击案件，或者是有一篇是讲他们破获了一艘渔船，然后上面载了100多个迫击炮，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新闻。然后下面就放了一个，如果你不看图的话，会以为同样是社会新闻的这种女郎的照片。然后文字就非常简短的说，2号公寓在北美馆有一个展览这样。然后所以可以想见说，我们现在看来好像对现在来说并不是什么太石破天惊的事情，但是在1991年的时候，让这种所谓的工地秀女郎去美术馆里面跳舞当成开幕活动，是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一件事。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呢，像我刚刚讲，他们其实用了非常因为是讨论了非常多与社会跟经济发展相关的议题。然后像我刚刚也讲说，大部分的展览其实报道的都还是在于那一场开幕秀里面有怎么样一些可能腥膻色的画面。那这一篇报道呢是比较认真的去评论了这场展览里面所展出的一些作品。那在这边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然后这边就写说，台湾阵容最整齐的艺术团体2号公寓，它目前正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地下室，巧巧运用群体力量展演着视觉颠覆的游戏。
那他最高的赞美词汇在后面，他说这次堪称民国60年代继东方五月，就是刚刚讲那2个画会的艺术思潮辩证以后最具企图心的展览之一。然后他并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评价，但是他后面是说了，那像这一种这种企图呢，到底是将艺术拉回现实，还是只是一场轻浮的视觉挑逗呢？那这个就是让所有的观者去自己进行评价。那后面他就在讲了大概挑了几件作品去讲每一件作品大概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尝试。那这些一些作品的图像跟作品展示的状态也是可以在我们这次的档案里面被看到。刚刚讲到这个所谓最具企图心的展览，很不幸的，没多久之后，在地下室那边因为发生一场火灾，然后作品全毁。不过他作品全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被火烧掉，被火烧掉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最惨的状况是当时发生火灾以后，因为地下室那个时候还没有配备那种自动的灭火系统。然后之所以没有配备呢，其实也是因为在地下室的那个展间，对北美馆来讲，当时设定成是申请展用的展间。然后通常会有保险的，然后有防火系统，都是在楼上1楼的那些空间里面嘛。那虽然说2号公寓其实是被美术馆邀请去做展览，可是因为各式各样的行政的原因，所以他们在行政文件上还是以一个申请展的身份在地下室里面展出。然后作为申请展，北美馆当时是没有保险。然后也是因为如此，当作品因为发生火灾，然后作品全毁了之后，2号公寓跟北美馆就展开了一连串的如何赔偿的这个协商的过程。协商的过程之中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档案里面看到有一些书信的来往，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看当时怎么协商。这个协商的过程其实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对于后来美术馆如何去看待申请展这类的展出，然后给予什么样子的保险的条件，以及对于美术馆如何去完善自己的消防，还有各式各样的设备，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那这边呢，的这个报道呢，所以大家当然应该都会先看到这个章名，但是不要被章名给吸引走，请看到就这一篇。那它就是先稍微交代了一下，其实最严重的状况来自于火灾当下并没有应该说作品并不是因为火灾而受损，而是因为火灾之后馆内工作人员本来要拿那个海龙灭火器去灭，但是因为来不及，所以消防员一进来就是用水喷，就是喷了到处一气，所以大家才发现说啊，其实毁掉的并不是火，而是水火交融之后那个可怕的状况。那当然，后来《民生报》也接着就报道这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问题，然后同时也更深入的去谈说，那博物馆、美术馆这些相关的馆舍要怎么样继续去改进，在馆内去做展览的这些一系列的艺术行政跟艺术保险的过程跟问题，这样，然后虽然说那时候对于这个为什么会引起火灾的这个原因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我听到其中一个说法是比较常出现的是，当时好像在馆内是还可以抽烟的状态，那个是吗？哦，海明老师，听说那时候去看对，在地下室有可能，所以大家有可能是看展了之后抽烟抽一抽，然后晚上烧起来的。对，然后有可能是因为烟蒂丢在了现场，然后导致现场慢慢的起火，这样。然后所以现在想象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怎么可能作品没有保险啊？怎么可能这个当初有火灾的时候竟然没有自动灭火系统？但是这真的是当时是还不那么完善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一次的那个展览以后呢，其实2号公寓就开始更多的用团体的这个形式去到不同的空间或者不同的机构去做展示。那这边看到就是在1992年的时候，2号公寓就跟台南的高高画廊，还有高雄的阿普画廊，做了本土性的这个展览的联展。那本土性的这个展览，虽然说在2号公寓的这个档案里面，相关的照片比较少，但是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阿普画廊档案里面看到这次这个本土性展览的相关资料。那我们刚刚讲到台南跟高雄的就是高高画廊跟阿普画廊的串联以外，他们也到了台中的这个黄河艺术中心去以2号公寓为名做了一次的联展。那这个是1992年。到1993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再去了高高，用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组合22，就是22个成员的组合，在那边做了一次联展。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比较长的状况是2号公寓可能自己先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主题展，然后他再到其他的地方去让这些展览做巡回。透过巡回的展览的巡回这件事情，也跟不同地方的独立艺术空间或是这些团体去做进一步的交流。交流的时候，讨论当然并不只是纯粹艺术上的实践跟创作，那也包含了很多议题，比如说之前在阿普还有台南的高高办的本土性的展览的时候，就包含了蛮多可能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啊，然后关于各式各样本土文化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当本土性拆成本土跟性，或者是本跟土跟性的时候，它各有什么样子的含义？在这些不同的层面上，用这样子的主题去跟各地的艺文工作者做交流跟辩证。那到了1994年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受了当时的审美馆的邀请，就是现在的国美馆，去进行主题展。那他们把这个主题展呢叫做台湾颂，这个颂呢是用注音拼的四物翁颂。在这一篇里面呢，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些蛮有趣的观察。那首先是这个2号公寓的成员，这个黄宝平记者说，2号公寓的成员虽然没有共同标榜或者是奉行任何艺术理念及艺术形态，但是主题展的举办，其实就是外界对于这个另类空间最强烈的印象。那这个主题展其实就包含了刚刚比如说我们讲说本土性啊，然后这次在这个国美馆审美馆的台湾颂，或者是在一开始我们稍早看到在北美馆的公寓展等等。那这些主题展呢，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对社会有比较多批判，或者是对文化现象有许多关心的展览。所以当我们把可能2号公寓的这几个成员分开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每一个人的创作脉络里面都有这些非常一贯的、非常明显的对于社会现象批判的状态。但当他们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一起想说好我们要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这个主题的设定常常就会是跟这个社会现象有相关联的。那所以在当时，如果我们讲北部可能2大这个独立艺术空间的山头，一通公园跟2号公寓来讲，2号公寓通常会给人一种好像常常透过艺术在批判社会的这个印象。那这个一通公园呢，好像就比较是纯粹的为了追求艺术的形式的创新跟发展，然后来去走自己的路线。那所以尽管有这样子的印象，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说，那这个印象到底从何而来？因为我们单看这个成员个人，或者是不管是参与一通的成员也好，因为有一些2号公寓的成员其实也会到一通去参展嘛。那这个印象到底从何而来？就是也许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一篇报道来去看到说，也许可能就是从他们频繁办主题展的时候，
用什么样子的主题而造成这个影响的来源这样。然后他后面当然也讲了说，那姑且不论2号公寓每次主题展的展出内容是否切题，他们每次提出的主题都充满了辩证性，对公寓成员是一项挑战，那就算是对观看展览的人也是充满了挑衅。这样，那我觉得这其实也很长，如果大家再仔细回去看我们这次所收的一些档案，尤其是他们的书写跟杂志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说，对他们来讲，自己的创作是一件事情，但他们非常努力的想要跟观众去产生连接跟对话。那这个连接跟对话呢，其实也表现在他们每一次展览都办了一个座谈会，然后每一个座谈会是真的跟观众跟艺术家是有来有往的，互相辩证。那甚至是在2号公寓里面，其实也有几个成员、老师、前辈，对很多艺术创作的批判是直言不讳的。所以并不是说像那样子的展览一定都是大家很好言好语的互相称赞，就是还是有蛮多彼此批判的火花在里面。到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1994年嘛，然后我们再稍早看到，其实1994年就是2号公寓结束的那一年。那结束的原因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个1993年的这个自立早报的报道里面看出一些端倪。那它首先它这个标题，首先呢，在这一份报道里面，1993年的时候，替代空间这个词已经是在艺术界或者是在媒体圈一个相对为人所熟悉的词汇了。那他在这个发挥替代空间的最大功能这一篇报道里面呢，他讲了3个例子，两个是台北的，就是一通公园跟2号公寓，还有另外一个是台南的边陲文化。那最主要他们的报道角度是说，这些空间如何跟商业市场有所区隔。那尽管这些空间跟商业市场有所区隔，并不代表这些所有参与的成员都不想要，并不是说他们不想要进去商业市场里面，而是这些空间的功能呢，是某种程度上是当成他们进入商业市场的一种跳板吧。所以在这一篇报道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其实有讲到说，在2号公寓展览之后，其实每一个成员都相对得到越来越多的曝光的机会，然后也因为曝光机会，他们可能会去商业画廊展览啊，然后很多成员在北美馆有个展啊，在哪边有个展，所以越来越多的展出机会，其实对这些成员来讲也是一个负担，因为如果我们每年在2号公寓也要有个展，又要有联展，然后我又要在其他地方做这么多展览的话，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蛮消耗心力的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到1994年的时候会产生这个2号公寓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的这个讨论跟起义。然后1994年，其实在几年应该是在1991年，他们在北美馆结束了那一次展览以后，其实过没多久，他们就再申请了1994年要在北美馆再展一次的这个企划。那个时候呢，他们想的这个展览呢叫做名牌展，就是昂贵的品牌的名牌啊，不是6合彩的那个名牌。然后但是很不幸的，在这个展览1994年名牌展发生之前没有多久，2号公寓大家就决定说，好，那既然如此，我们2号公寓就不要再营运了，所以就宣告这个空间要结束营运，但是并没有排除2号公寓仍然以一个团体继续活动的可能。但无论如何，在1994年的北美馆的这个展览就变成了2号公寓最后一个展，他们也因此在这个名牌展后面加了一个副标，叫做最后一页。那我这边有一段小小的影片，我就不放全部了，因为这个当然是一个小时蛮长的。这个影片里面前面有最后一页的现场的一些影像记录，后面还有针对每一个成员的访谈，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再仔细细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一小段。
等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声音耶。好，没关系，那我就顺便，他其实就是在播放这段影片的时候会一边配音，然后讲了一下2号公寓是在几年成立的，中间什么时候搬迁到哪里，然后最后又决定在1994年的哪一天结束营业，然后在北美馆办最后一场展览。在展览的现场呢，其实是可以看到，就他们有设想了一个活动，就是他们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上气球，然后这个里面充了氢气，然后所以充气之后，这些装有每一个成员姓名的气球就会飞到那个展览的天花板上面，其实是蛮感人，也是蛮浪漫的。然后他们就是拿着这个一边拿着这个一边走路。里面还有一些配乐啦，但老实说，我不知道这个配乐到底是不是有版权的，所以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否这样被公开的呈现。好，好。好，我们看到这边就好。那这个影片全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1小时多，然后也因为部分版权有一点疑虑，就包含它里面使用的片段的影像跟声音的片段，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直接公开在网络上，但是有兴趣的人呢是可以比如说写信啊，或者是到我们办公室来看档案都非常欢迎。那我刚刚是稍微简单的用我们的档案内容带大家看了一下，说我觉得哪几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转折点跟里程碑。那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次的2号公寓档案在网站上的资料的话，如果往下滑，其实我想要先讲。这一次档案因为是合作画廊，因为它没有一个很集中的行政系统，所以档案的收集其实是不太容易的。那我们这一次收集的来源都非常谢谢2号公寓的各位老师们去提供的资料，不管是有留资料人提供资料也好，或是没有留资料人提供他们印象中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些回忆跟讲述都好，就是对我们这次档案之所以能够成立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就包含了这次提供档案的呢，就包含了洪美妮老师、侯俊明老师、范江明道老师、黄启文、黄卫正、杨世之。还有简福串跟简福串的太太，同样也是艺术家的林纯如，还有他们的儿子简正。那这些由这些老师们去捐赠的资料，在被我们整理成，我们是依资料的性质，然后整理分类成9个大架构。那其中我觉得应该说最罕见的啦。其中是展览记录，展览记录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分空间展览记录，就是所有曾经在2号公寓里面发生的展览。抱歉，不是所有的，是说我们有找到的在那个空间里面所发生的展览记录。那这个展览呢是按照年份来分，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有以2号公寓知名团体去别的地方参展的记录，所以像我们刚刚看到的1991年在北美馆的展览有，然后92年的本土性特展，还有在黄河的2号公寓展，93年在台南高高的组合22，还有94年的我刚刚讲到的台湾颂，然后以及最后名拍展最后一页等等的展览。那通讯记录呢，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书信来往，不好意思，这个为什么有点跑掉了呢？好，总之没关系，大家晚一点可以再细看。那这个就是当初大部分其实是杨世之老师留下来的，他写给美术馆去沟通如何继续进行保险跟赔偿相关事宜的一些记录跟信件。
那刊物呢，就是有我们刚刚看到这个2号公寓艺讯跟艺术论坛，然后其中一个我觉得其实老实说，最珍贵的应该就是我现在这边手上的这2本，叫做《2号公寓纪实录》。那2号公寓纪实录其实是1999年的时候，那么他们已经结束了5年了嘛，然后那时候就有陈建北老师跟另外一位伙伴一起发行了，决定要将2号公寓的历史去进行。另外一个应该是协助叫什么陈家清吗？老师还记得吗？好，没关系。然后所以在这里面呢，你们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做2号公寓纪实录的一些原因，以及我们把这2本2号公寓纪实录给全文电子化了。那电子化之后，其实大家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里面全部的内容。那里面其实做的其实是非常感谢当初有留这一份资料，因为他们留了在不同时期的2号公寓相关的简报，还有成员的个人资料。当然，因为里面都是黑白的，然后在复印多次以后，很多那个图像其实是不太清楚。那在我们能力有限的状况之下呢，我们是尽量找到了比如说一些简报的原版啊，或者是一些照片的原版。但是最齐全的资料，其实仍然都是在这个里面。只是说，如果想要看比较清晰的图的话，那就可能要在我们的其他的几个分类里面，就是分别来看这样。然后这里面的手稿呢，是我们收到了，可能是有发表或者是没有发表的，有2号公寓成员去写的这些手稿，有点慢，但是我们就算了，放弃它。那还有一些简报跟相簿。那这个记录影片呢，就是我刚刚最后放给各位看的，那个1个小时多的记录影片，它没有办法在网络上看，那一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现场来看这个影片。那在这边呢，我想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一个，顺便跟大家讲要怎么就正确的使用我们那个网站的的档案，因为其实老实说，我自己用的时候，我花了一些时间熟悉。那我们通常会以为说，哦，点进去的就是这样这个图嘛。然后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只有封面啊。那其他电子全文要看的话，请往下。sorry， 往下之后，这边有一个检视完整文件，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啊，原来这个电子全文在里面这样。那2号公寓的这个艺讯第3期，其实是2号公寓成立1周年，他们去访问了非常非常多人，包含自己的成员，然后对2号公寓有什么样子的期许。在这其中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成员有各式各样自己的想象跟理解，都是非常有热情。其中包含了黄海明老师。那你写很多，真的很多。那这个其实这一篇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找黄海明老师来当语坛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个里面呢，黄海明老师开头就写到，2号公寓是他回国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艺术运动的空间。当时呢，用这个字眼，老师说还不太贴切，但是因为他有几分期许，所以还是用它。那我想呢，接下来我们刚好就可以把时间给黄海明老师，然后请他继续来讲，比如说他当时去想为什么选择用艺术运动来去形容2号公寓，以及可能过这么多年之后，老师如何再去看2号公寓作为一场运动的这个理解是什么？还是很好，对，好，我来帮忙打开。好，那麻烦大家掌声欢迎。我必须要讲的是哈，就是假如说我们把2号公寓放在一个运动的这样的脉络，它其实可以不先讲这个，就是因为你们太年轻，就没有机会碰到90年代初或是80年代末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我们随便打开收音机都会听到地下电台哦，还有就是你去搭计程车啦，那个计程车他也是在听那个地下电台嘛，对不对？而且他偶尔会问你，然后就是在报纸里面就不断的登，或是在电视上面不断登，就是在那个立法院什么地方就是抢那个麦克风啦，或者他们打起来了。那或者说就很多地方都有那个叫什么街头那叫什么？街头表演呢？那叫什么？街头表演有个特别的说法，行动剧啊，行动。那还有就是就有个有趣的东西，就是因为在解严之后嘛哈，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骂政府有理。因为那个政府就不行了嘛，就新的政党快已经起来了嘛，就是他已经可以正式成立了。这个时候就是一边呢就敢骂，一边呢不敢回嘴，因为假如回嘴的话，大家就接着再继续骂下去。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批判社会，批判社会就是批判旧的社会，批判社会就是批判旧的政党把社会弄成这个样子嘛哈。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大家都批判，那一方面就批判，还挖掘，还另外的话就是说那个禁忌色情的这种禁忌，或者说骂政府的这种禁忌，这个差不多在至少在那个90年代前几年，差不多就到处都是，就是整个空气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时候可以在主席台上面就可以抢，主席台就可以抢。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各个地方就在街上就有那个街头运动，还另外的话就是说那个时候也算是那个替代空间慢慢出来然后就就是搞街头运动人，他们就抢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演戏干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很正常。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到底是艺术圈带动啊，或是艺术圈其实就是跟整个社会的氛围。艺术圈应该是被鼓舞了，可以这样做了哈。而且那个时候的艺术圈，应该讲说就是当时的艺术家，厉害的艺术家没有那么多。现在的话，说台艺大、北艺大或是南艺大，还有就是随时回来的，还有就是有非常多的驻村经验的这种艺术家多得不得了。那个时候不多，那个时候假如说那个一通公园还有2号公寓，因为这2个地方他们都是刚刚回来的那个艺术家，所以他们就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就回来的各有特色，就非常清楚。那他们就大部分都念过硕士，念过硕士的话，就他的绘画就是那个系统比较清楚，而且他们也会讲，那也会写，就会写了好几个。那甚至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每个展览都会开一个座谈讨论，那所以就变得很会讲，很会批评嘛，对不对？还有另外的话呢，就是那个黄卫正黄卫正也是里面的一位艺术家，后来还当过那个世盟的理事长之类的。那他说2号公寓，假如说它能够有比较大的那个影响力，是因为2号公寓的成员在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间有很多的机会，要自己策展，然后有人来跟你讨论，然后呢又会骂来骂去嘛，对不对？就是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学会了评论还有就策展还有就是就整个策展的这种的那个程序，他们学的比较完整。还有我觉得说他们应该算是很懂得操作议题的一群人那个就是只要是一通的话，他们的议题是艺术的议题。那个2号公寓的话，他们比较是社会议题，比较接近社会议题就说这个是它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假如说2号公寓难道没有什么特色吗？其实有就是比如说他们
就比较抬一点，比较抬一点。那可以接受比较粗糙一点。还有啊，他们可以比较克难一点。然后呢，他们假如说艺术的风格没有特定或什么没有可是他们的那个态度是有类似的，就是对于社会一些丑陋的东西，他很喜欢去挖掘，而且他们某些禁忌他会去碰它。那这些呢？这些在那个时代就说就是批评。或者说揭露，或者说那个铺路什么东西的话，是一个有理的时代。那而且那个记者、艺术记者又很多，然后那个版面又很多，而且艺术家也不多的时候，那应该是这一撮的艺术家，他们享受了就是最大的关注。有什么活动说风吹草动，马上就报。现在除了是你很厉害，就是没有人管你，那更不会有太多的报道。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就它相对的比较容易成为运动。假如没有这个话，要成为运动很难，因为只有那些人就怎么成为运动。可是当时就是因为大家都闹哄哄的，所以他们就是更有形式，有个样子可以有凸显的话，又有报纸来登的话，那就很容易很容易凸显。或者说他后来就很快的，美术馆也有，那美术馆还进了好几次，还有就是那个公寓展什么东西，就是说都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大的单位就带他们进去，而且他不断的交流，就是说那个时候差不多了，就是说替代空间呢在台湾的上空飞来飞去。是跟后来的前几年，就是说在潘小雪的时代，或者说潘小雪那个时候还有李俊贤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台东花莲等等这些，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原住民的艺术在花莲台东那边飞来飞去，还有也会飞到台北的当代艺术馆，也会飞到那个高雄美术馆，还有那假如这样的话，就说我们会觉得说，那个已经成为运动了，而且还有另外的话就是原住民的证明运动啦，或是争取土地这东西，就是在台湾的上空就不断的交叉，这个时候它也成为运动那个时代在2号公寓确实是有这种状况。那我现在就进到这边。那第一个就是我前言的话，马上就说，他们当然有很多开创的部分，可是假如说要把那个短暂的就4年多少的那个过程当做一个运动，那我们马上要问它是什么样的运动？是透过艺术的社会运动，还是透过社会运动的艺术运动？或是其实它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它就跟社会运动靠得很近很近。我不是说所有人，可是里面的大部分人是很接近的然后我们一般说艺术运动会跟那个新的流派就比较一般都说是新的流派嘛那假如台湾勉强可以称为叫做艺术运动的话，5月东方算是艺术运动，因为他们也有创新的部分，而且就他们持续做这样的东西。那有差不多风格，都是抽象的居多。那假如这样的话，可以称为艺术运动。可是那个2号公寓一定不是这个。可是我就是说，它其实有个特色，就是都是从国外刚回来的硕士级的所以就是艺术家，然后又硕士，然后又会说，然后又会讨论，又会骂人，又会写。那个做的东西又挺耸动的，那其实是很容易就会被当做那个运动来看好，那还有就是好，那就这样搓，这我不会搓，这怎么动？敲就可以了。太过头了。用这个好，那因为我是把它放在那个艺术运动跟社会运动之间的位置，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就是什么叫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就基本上就说，社会运动就是要打算要去改变社会结构或是制度，
叫社会运动。好，那社会运动就是或者说某些东西就是已经讲行之多年，越来越是个限制的时候，那我们去改变它，那也是个叫做运动。那或者说改变太大的时候就是有点妨碍，就是某些基本的价值的时候就回去，这也可以成为运动啊。那运动呢，它都是希望有点效果。还有就是运动必要性就是那个就我们通常就是改变社会的方法，就是透过选举嘛哈，选这个政党，选那个政党。可是你选的那个政党啦，不见得可以，就是他在选的之前，他会去满足选民的各种的那个偏好。可是一让上去的时候他确实是执行就特别执行的部分呢，就不见得会啊。还有就是选举出来的时候，他会受到各种利益团体的一个掌控，所以实际上就选举等等就是他其实不太能够回应那个真正民众的需要啊。那所以当这样的话，就是就直接靠就是很多的人提出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这个时候因为你这个意见提的越尖锐，人数越多，那个政治的就上层呢，他基本上会看那个就是风向，然后他就会多多少少会做一些调整，这基本上就这个样子哈。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运动如何产生影响力，我这边不讲太多哈。那基本上就是你们会发现，就是说一旦有运动之后，刚开始都比较精彩。然后之后呢，就各式各样的人就进来了，然后各式各样进来的时候，他其实当然他们的那个诉求不太一样。那过久之后呢，其实就互相有时候会加强，可是大部分会抵消。那到最后呢，那个互相产生影响。那多年之后呢，说不定他成功了，说不定失败。可是假如说他成功了，是不是一定都是社运造成的成功？不一定哈。那或者说你那样子做，就是其实正好就符合这整个社会的发展，那个东西就比较可以接受的哦。那或者说政府也在找个适合你的东西可以进来。可是政府其实也让你进来的时候，那个艺术家做一些调整之后啦，其实那个跟原来的那个很尖锐的部分已经不一样。可是就是更接近于那个政府的政策哦，这种事情也很多哦。或者说，艺术本来是可以批判的后来呢，艺术变成服务地方哦，还有就是促进地方的那个经济的发展等等，就是后来大部分都这样子，就是艺术本来是艺术介入社会做一些批判哦，那这个东西差不多到了90年代末期。或是说我那个历史之星之后，那个就批判社会的那个尽可能都不要，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民众的那个主体性就越来越高，或者说地方的那个议员或是民意代表，或是说这个国会代表，就是那国会助理制，就是那个政治人物的他的助理都是很懂得操作的人，他们会看你发展的。符合他们的话，他们就来帮忙。当你不合伙的时候，他可以就把你们兜下来，就都可能就是那个艺术进入地方去表现好像后来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很可能就是会很惨，好，所以后来就是艺术下乡啦，就是办那个什么办节庆。后艺术进入空间那就是公共艺术，这些东西的都不可以批评的，只可以让大家很高兴、很快乐哦。那就是还有，等一下，还有就是我这么说社会运动的阶段性铁板哦。我要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正好碰到，就是
在华山正火热的时候，差不多在2000年左右，2000多一点点，做的最好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2002年，他就喊出说2002，然后就是2008挑战，是挑战2008，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把文化创意产业当作国家的政策，然后华山呢就用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那你可以想看，就是说华山本来是一个让各种非常自由的那个各式各样的东西，绘画的、装置的或戏剧的，或者说连那个社会运动的东西，都可以在华山那个空间中间去进行。那个时候，但是会漏雨，风很大，然后到处都蚊子的状态。可是呢，各种东西都可以产生。可是啊，它逐渐的就慢慢的就收编，然后弄得比较干净一点点。那最后，当他喊出说，挑战2008，就是以那个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政策，然后那个华山就变成那个文化政策的一个实验的空间的时候，这个时候那里面原来发生的事情都一样的都被抽掉了，甚至原来还可以的话，那我就说，你们在那边有那个有人在那边裸体跳舞啊，好，还有那个其中一个叫吴宗伟。你们可能听过，就等一下啊。还另外的话，就说还有说火鼓会，那叫当时有火鼓会，然后他们说你们一定是在那边有抽大麻或者抽什么东西才会有这样的样子，所以他就会用那个不断的那个抹黑的方法，就让原先可以用来表达他的一个民主开放，可是后来呢？说原来你们这些都是乱源，那社会已经逐渐稳定下来，是吧？那这些奇怪活动就会只要一旦有过分了，那就一个一个把它切断，就说这个的话，就是社会运动也是这样子，还有就是那个透过艺术的社会运动，或者说借着社会运动那种的氛围去传达类似的艺术的时候，其实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好，这还蛮明显的。就我写了一本，就是那个就是就是说这个整个过程的转变，我写在我的那个评论集上面，花了很多的那个篇幅。好，那什么叫做艺术运动？刚才已经讲过，就是最一般的话就是那个画派，台湾基本上没有这种东西，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可以创新画派的地方，所以就没有这种定义的那个艺术流派，甚至连那个五月东方也不太算嘛哈。那个他只是说从那个抽象或者抽象表现那些，或是应变表现这边稍微延伸改变的话，可是假如说成员都那个风格差不多的话，我们勉强可以称为那个艺术运动。那这边有个定义啊，他说从几个月到数十年不等，那也就是说那个这个艺术运动是要很长不一定，他说几个月也可以那10几年也可以，数十年也可以。那所以就是假如说以它的长度来讲的话呢，那个二公寓4年其实够问题不是它有长短，而且其实二公寓它后来又有新乐园，还有这些成员这几个大将他们不断的就一直在产生作用，而且他们也说他是二公寓的成员。那比如说陈建北，他都会认为他还是22公寓的嘛，对不对？那可是他现在不断的也在各个地方去驻村，然后做他的规模比较大的艺术。那虽然跟以前那个就有批判政治的迫害这东西，那现在他会去关心，比如说他妈妈曾经当过那个助产士啊，或者说他去访问那个原住民地区的爸爸啦等等，就说那个社会关怀的那个部分还一直延续好，所以我们就不用非常非常严格的那个风格的那个方法去讲那个艺术的运动。那而且我就一开始就把那个因为我在底下，我觉得在那个氛围里面，我是认为台湾的这个时期的那个艺术运动比较受到是社会的影响，社会运动的影响居多那而且它那个粗糙的程度，它那个很猛的程度，跟那个
街头的那种叫行动剧，还蛮接近的哈。那个吕佩仪，你们知道吗？吕佩仪他曾经是我的学生，他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他写那个是北美馆的那个本土国际的这个一个对话。那他就说他在讲艺术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的名词的时候他就说，当艺术跟行动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只是纯艺术纯展览，而是当他这个的艺术是一种行动，这艺术有跟社会有个对应，而且甚至有时候就是真的有行动。那因为一旦有对应，有批判，或者说有挑衅，或者是说嘲讽，只要这样的话，它就是有行动。那这样的话，那个它的那个关系就很多重了哈。那他讲了这个之后呢，他又说那个艺术跟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正是把那个在现代艺术发展中间逐渐被挤出去的那个部分，那个挤出去的部分就是说，他说艺术就是让人们手拉手一起完成一件事情这个还蛮像那个就运动嘛，对不对？就是其实不在乎你那个很细致的你的那个理想是什么东西，可是假如说我们一旦就动员的时候只要大约的那个方向差不多，那就不一样的人都可以进来，然后大家手拉手一起互相支援来完成一件事情。那而且呢，就是跟行动剧一样的，就是可以用标语，用行动剧的各种充满想象的抗争方式，还有组织的方法，还有音乐等等都可以进来。所以就是说，在吕佩仪他有受到在国外的一些影响启发之后呢，他来整理台湾的，就是说从那个解严之后的这种状态呢，他就基本上看起来他是参照那个社会运动的方法，说那假如这样的话，那个其实也是这样嘛，就是在我们的当代艺术里面有文字，那有行动，还有各种的那个对抗、批判这种东西都有的话，就还蛮接近的还有就是手拉手一起完成一件事情，那这样的话就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团体的内部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够连结的都把它连接在一起，好，还有他就写一个就更加具有创意的，据说他是由那个陈介仁陈介仁他曾经做了很多那个艺术的演出那演出就是在多年前应该会有一个社会的对抗的运动，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做。那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就说他更加了解，他更懂得那个理论的运用，他更懂得那个动员，他更懂因为他越来越有名，他更有那个能力动员了。这个时候他经过一个仔细的设计，然后变成一个持续的，然后容易看得懂的，而且会获得很多关注这个活动。那这事情呢，可以跟多年前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呢，把它连接在一起。这个时候呢，那个时间就不一定要跟那个事件是同时间的，可以经过很多年的时候，你重新把它挖出来，重新再演一次类似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出更多的讨论，然后更多的批评，更多的怎么样？就说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工厂，这个成衣工厂。都当时就是纷纷的就偷偷的就关掉，其实他们就把那个工厂就搬到大陆，后来有搬到那个东南亚去的。那这样的话就会瞬间就有人就那个失掉工作嘛。这件事情就当时可能不见得有批判，可是那个陈介仁他就可以经过多年之后，然后他就找这些人来就演一出戏，然后到处去。让别人看，然后他可以有更多的讨论研讨各种东西。那这个时候那他是说这个不一定要在当下，可以延迟的这一种
也算是叫做艺术的社会运动。那假如这样的话，就说它的弹性更大。其实那个，假如说有事件，你马上运动的话，那就比较像是就街头运动，就比较像，而且就街头抗争嘛。可是就是真正艺术，它总要隔一段时间然后要有个转化的形式，或者说他这边要做更多的连结，然后用一个更有效的方法，然后去呈现、去组织，然后让很多人知道，或让大家一起来认同这个东西。就是说，他那个操作模式，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在场不在场，那不是很重要，反而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用个比较有效的方法，甚至本来是没有被注意的东西，他都把它连接在一起，然后一起讨论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它能够产生一个大家至少知道原来社会已经改变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现在他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这里面说到底它背后还有什么道理啊？就是都把它说出来的话，那假如这样的话，你们大概开始有一个图形了，就是那个吕佩仪所说的就是不一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直接抗争的，就说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去有更多的认识，以及类似的东西就散在各处，我们都把它聚在一起，然后透过一个研讨会，可以透过什么各种方法可以让或是拍成电影，可以让大家对这整体的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理解，而且就是它也动员更多的人，就让很多人都来做这件事情。原来不是你做，他也做，那只是说有人比较清楚，有人比较不清楚，然后再找一个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理论的根据等等，然后说找到其他的非艺术的那个东西，把它连接在一起，用这种方法反而是更容易成功，或者更容易去真的去改变社会的。那假如这样说的话，就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档案可以把原来分散的东西重新把它聚合在一起，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当时他们在什么样的社会氛围，然后他们做了哪些东西，还有就是很多地方都在做这东西，那到底就是他们怎么做，就说他们是怎么想的，还有就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可以成，就是当时的那个政府他是不是有睁只眼闭只眼，或者说政府也利用这样的一个反抗，我觉得是会就是说。这样的话是对于那个艺术在社会中间它的真正的一个功能会比较能够理解。其实我常常会发现说，艺术做了半天，有时候是就被骗了，因为艺术人他不见得那么懂，结果就是一头热，就他去做了半天，就发现说，最后他被利用了，然后后来就是艺术台湾的艺术就变成那个是政治的一个，但不能说背书就是配合政治，然后就是当那个艺术的补助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我们就基本上就是你稍微调整一下，以便就进入被补助而且你那个做得越好，越配合的话，那我们可以经常会得到补助。那假如这样的话，就是那个艺术就变成那个政府政策的一个传声筒啦，或者说美化的一个方法啦，就这样子。那假如这样的话，就是那就艺术是配合社会的一个转变的，或是配合政策的一个就嘉年华，就有点这样子。那假如小小的批评就无伤大雅的一个批评就这样，像这种就会有。所以我们在讲那个艺术运动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我们说，假如说我们是很严格的话通常就是在初期比较容易。然后渐渐的，它就会改变。那只要渐渐，就说他们都可以美术馆也让他们去展，也邀请他们展了好几次，还有各种画廊还可以展，然后大家到处去交流，然后交流的时候你艺术家会不会偷偷的想，就是说他展一些比较小的画，展一些也可以卖的画，然后就到处去这样子，那正好就是他们就趁这个机会，就是进入到一个艺术市场里面去。
而且这样的话就跟他们原先的那个初衷是不一样的哦。好，那我们就那2号公寓怎么开始的，后来怎么蓬勃的，后来怎么结束的，还有它不同形式的扩张，那我这边稍微再补充一下就可以。其实他们最早的目的其实还蛮简单的哈，就是在1989，我那时候就1989，我也回来一下子，然后到1990我就正式的回来。那这时候台湾社会就是政治上已经松动，可艺术其实没什么松动，艺术就是油画啦、水墨就还蛮多的。那假如说要去展出观念性的、前卫性的，或者说批判性的那个的作品它的空间其实是不是很多？那为了找到自由展览的空间，所以成立2号公寓。可是我觉得说这种状态其实没有维持太久，就是那些批判的很强烈的批判的东西。在美术馆差不多1992就跟91、92就可以进去了，所以他就很快就可以进去，然后你就会好像没什么道理，就继续的去批判，或者说那个当时最凶悍的东西然后他就可以用那个地下室的那个前卫艺术那个空间吗？就是基本上。从现在看都很耸动的就是那个公寓展，它有烧起来后，最后是淹水，然后可是后来的展览里面呢，就有个叫灾难，就是它真的是把那个美术馆当作公寓，但我家就盖房子的公寓，那有水泥有砖块，然后里面就是到处都是水，他把那个水就工地就水就放到里面去，就是类似诸如此类的还蛮多，就是那个时候是就很耸动，可以做的很一般的生活，甚至还蛮丑的。在那个美术馆里面，其实在很早，在91、92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我刚才说过，就是在那个时代，就说那个这种批判体制的批判就是碰触禁忌的东西，基本上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它是慢慢的才慢慢。再重新被收编，然后最后突然间，到了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差不多都收干净了，好那就是2号公寓变成非常坚强，而且应该这样说就是因为当时确实很多留学，然后那归国。然后呢，他原来就已经比较坚强了。当他越坚强，然后他有发言权，然后也被看得见，而且里面还蛮开放的。这个时候其实他就不断的吸引强的人进来，到最后呢，就是这里面就是那个创意很高的。能量很高的这种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现在他们都还维持这个状态，只不过说就是这些人我觉得也是说这些厉害人，他们找到一个就是跟他们的那个性格比较搭配的、比较自由的地方，他们就进来，而且进来就马上就可以被看到，而且他这边也可以被接受，而且这些人根本就是很快，然后就进到美术馆了，还有这些人就很快就有。95年嘛，几年就是那个连德成就2号公寓的头，连德成就到了威尼斯双年展，还有那个侯俊明也到那个威尼斯双年展，还有那个什么黄志扬也到进去就是这里面的大头都进到威尼斯双年展，还有就是这里面呢，当然也可以进到那个台北市立美术馆的那个就是1996年的那个。台北的双年展，假如这样的话，就说，你可以想看就是这些人是不是
一定要有那个替代空间，而且那个时候艺术家不多，就是这几个替代空间呢，差不多就是马上就变成那个艺术圈里面的大将主将，哦，然后那假如说啊，有商业空间也可以邀请他们来画，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应该是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而且当你这样子一进到这种的，当你尝了很多成功的滋味的时候啊，你要做一个。批判社会的那个应该不是太容易，就是那整个那个张力就消失掉了。而且你一旦进入到美术馆去展览，进到那个画廊里面展览，就是你要配合那个比较精致度啊，什么东西啊，就是说这个你一定会调整到一个程度之后，那它就不再有那个当初的那个非常生猛的那种东西。就它就不像运动了哈，它就变成或者说这已经成名之后，已经被认定之后呢，它就逐渐又回归到一个可商业化、可以展览的、可以欣赏的这种作品，就是这边有这样转换，或者说那时候台湾呢，就是当那个反对党上来，那反对党呢上来之后呢，就比如说那个台北县。台北县就是游青嘛，民进党嘛哈，他上来的时候啊，那他们的那个台北县文化中心的主任就很开通，他也是厉害的。然后他底下请了一个职员，他叫简明辉，那他呢，他是非常非常赶的人呢，所以他就改变了那个台北县的那个美展的方式，比如说那个分门别类就不要了，只有一个叫做立体的跟平面的。那个时候啊，那个平面的策展人就是连德成，然后连德成呢，他就挑一些艺术家啦，他挑的艺术家里面有一个人就叫做吴宗伟，吴宗伟呢。他就是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甚至他在那个2号在那个华山的时代，他根本就是只穿一条内裤啊，那个4角的内裤，然后就上面是光就没有穿，然后他的太太呢就抱个小孩，然后他整天都在跑来跑去，然后到晚上有火鼓会的时候啊，他可以在那脱光衣服跑来跑去，甚至从火来跳来跳去。那他呢，他很厉害，他曾经呢就是创办过那个甜蜜蜜，就那个艺术空间，那空间我去看过，吓死了。你知道什么状况呢？里面他请那个就是搞噪音音乐，那怎么搞？设备没有多少，他就找那电吉他哈，电吉他把那个音响开到最大，然后效果器开到那个吵死了，然后又是乱弹，然后就好几把就这样弄，然后那个。里面大家都抽烟，那个空气差不多已经那个透视度都不太好的状况，还闪着红灯。那这些人啊，据说是当初他们参加那个就是百合花的那个运动了。那他们有那时候好像是就是要对抗那个百年国代的。那个时候的抗争，可是就当时的重要人物，还包括陈建仁，他们说，很奇怪，就是我们去参加抗争活动，可是大家都乖乖的，大家坐在那边，好像参加那个救国团的活动，所以就你没有跟那个你要对抗的东西有个真正的那个对话，所以他们觉得说，好像没有做到，所以当时就搞噪音的那一派啦，他们就跟那个吴宗伟就到河边去。就乱搞了哈，或是到那个现在已经变成板桥最热闹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板桥的那个酒厂，在里面搞那个地下艺术，噪音啊，或是脱光衣服跑来跑去啊，甚至在表演的时候就是喷到那个收水啦，就叫乱搞，就是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违反禁忌到无以为继的那个状态，在那个时候。可是刚开始他们是这样做，就作为新的政府的一个开放。可是做到这样的时候他们吓到了，因为那个警察来抓，就是这个时候他已经超过一个程度之后他们就马上停了，就是那个活动还没结束，这个活动就被停了，然后下一年的活动就变成
已经逐渐收编，比较有趣的、比较漂亮的那个，就以交流为国际交流为主的这种艺术活动。哦，像这种呢，就还蛮多的哈。好，那个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他从那个作为一个刚刚启动的一个对抗，然后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是逐渐的各式各样都吸引进来，而且他们可以到处展览，然后到处连接。到这个时候啊，其实差不多就这运动差不多要结束，因为无以为继哈，就是那个张力已经对抗的就很鲜明的对抗已经消失了。然后就是当他到处展、到处被很欢迎的话，那就是那个对抗的东西就消失。还另外，其实那个台湾社会，我不晓得那是有政府去炒作的。就台湾社会对于就前几年对抗的那个东西就大家很喜欢，可是后来呢听了就很厌了，那就逐渐就回归到比较安静的那个状态。那就大家安静啊，就你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也不会受到鼓舞。我觉得是最有趣的事情，我就见过，就是在早期，就是那个做色情的、做那个暴力的、做批判社会的、去碰触禁忌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在1996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就是台湾艺术主体性的那个展览里面，这些东西都进去展。可是那个就是专门就是搞色情的那一票人就是他们的作品原来就是就做色情做一个很暴露的东西，然后就从男性角度来看这样的话，他就是抵抗那个就去突破那个社会禁忌嘛。可是那时候就艺术圈里面有很多女性艺术家，像吴玛丽就有一票人，他们说，你们这个你们做这东西正好违背了那个女性主义的他们的一个诉求好，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就刚开始什么都可以做的东西，那逐渐就比如说有你的批判，或者说你的这样放纵。有另外也是艺术圈里面来批评，那或者说你做到太过之后那个政府会把它停下来那渐渐就是说这类运动就以那个非常冲撞这种运动就差不多就到了尾声。那我现在就做几个那个很吓人的那个艺术活动就是侯俊明。侯俊明他在大学时代就做一些很色情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台艺大北艺大那时候是泸州校区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有很多那个工地秀嘛那他在差不多1991年左右，那他就做了一个戏剧，那戏剧呢他就找那个演艺那个戏剧圈里面的黎焕雄吗？黎焕雄，还有就是那个舞者是刘守耀，都是顶尖的。然后他在那边演出这个叫做侯府喜事、拖地红，那基本上是就很像那个取那个阴间鬼新娘一样的。那有趣的是他们在那个和平东路，就是在就师大的对面和平东路的地方。就由陈眉毛就带着一些人穿着那个就是很像那个阴间的那个阴曹地府里面的那些人，他们就走一步就往那么这样看一下，走2步再往这边看一下，就很像鬼一样的，然后走到那个学校师大学校对面的那边叫台北尊严就这件事情你知道。侯俊明是非常非常懂得炒议题，他会非常懂得找戏剧界的，那时候还有林秀伟还有等等，李焕雄就是大咖人，然后一起来演这个东西，而且呢，当那个就这个这影像就很好，这个据说那个他们搬出是因为跟这有关系，本来要在
真正的2号公寓里面演出，而且他还收门票，就戏剧收门票很正常嘛。那个萧台清呢就说不行了，这样违背他，所以他也退出了，所以他们就不再住那边了，所以他就到那个台北尊演去。这个很耸动的，就真的是很耸动，简直是那个喷血喷火的一个状态。这个是连德成，连德成他大部分用图案用文字，你看呢，就是他是直接去碰撞那个禁忌，应该是中华民国嘛他把它弄成华民国中，还有这边这有的比较复杂，我看不出来。比如说三民主义五党首宗，这就一个国歌嘛然后他有些字就把它写错，然后他用贴的，然后用那个电风扇去吹，就是一首很庄重的国歌，他用风去吹的他就是乱唱，那还有呢，他用这个是马库瑟的一句话，然后他把稍微改一改，然后他说这个世界最漂亮的雕塑是铺路的石头。那是用来丢警察的脸的厚重的铺路的石块，他很喜欢用别人的东西经过改造之后可以传达另外的意象，然后他自己把它涂掉之后，那他也传达说这里面写的是要丢脸，可是你敢做又不太敢说，这件事情是丢脸的他的那个连德成他做的东西就是。透过文字然后透过小小的修改之后，改变它的很多的意涵，甚至他可以把那个各种的报纸那个日报、晚报，他把里面东西全部涂掉，然后只剩下一点点东西，那一点点东西又会传达很多奇怪的东西。他用这种比较解构的，就用涂抹的方法去传达各种意思。那这就侯俊明的，他就是在歌颂狗男女。歌颂这个不正常的那个爱情情欲，而且呢，当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找一个就是以前的善书的那个格式，然后呢，它里面善书都会有一些注解嘛，对不对？他注解的时候，他可以找他的朋友，戏剧界的朋友、文学界的朋友，都每个人来加注，所以他做坏事就呼朋引伴，就大家一起来做坏事情他还蛮懂。那当时做这个版画很大他请了很多同学女生一堆，然后来帮他印这个东西，就是他是非常非常有个人魅力，然后找到很多人去一起做，然后展览的时候就非常轰动，去报纸来登，所以光是一个人呢，就是在2号宫里面类似这种人，他可能是能量最大，可是类似这种人有几个，他就足以去创造那个这里面没有吗？我这边很多，还有就是他也送我，他当时就没有印完，还送给我一些。那是他最早的最早可能在大学时代的，就是他印他简直有工厂来印这些东西还有就简福串，或是捏的简福更，这个也是已经比较美化。他刚刚回国不久，他做的是那个Kiefer 的那种作品，可是后来好像他做的作品就没有人喜欢，他生气了，就把他作品拿去烧。他怎么烧呢？就是他把这个作品呢弄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去烧，烧完后就变成好像是烧掉的尸体一样，还不是白的这个假如说这整个都是红红黑黑的，那中间是真的烧的。像这样的作品，它可以排上这么大的，可能十几个，那只有1/3、1/4的1/3的一半的，可能几十个，然后排在那个美术馆的地下室的刚刚进去那个很大的那个厅，你可以看看，就很像是那个飞机失事或者说就火灾烧死几百个人的那种那种恐怖，就是像这种状态就是他也是就是刚开始后来他不这样做就是能够达到这种那个张力的人，还有那个谁，黄埔青也是。黄埔青他是专门去捡那个漂流木，还有捡这个废墟，还有他会把那个人体的模型也放进去，然后把一些旧衣服也放进去。还有就是他也曾经参加过那个228的纪念美展，
结果他做什么？就是他弄几张床，然后有几个人躺在那个地方，肚子都鼓起来，然后上面铺了那个布，然后上面用那个奇离子，有个种子会粘在身上那种哈，他把粘在身上，然后又在那个床底下弄个脸盆，就是一副就是那个人死掉之后，而且是集体的死亡的那种。那个黄步青呢，他就做了很多这种东西，有时候会跟28，可能跟28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基本上是就那集体的死亡的那种东西做很多。后来我就问他说，这什么事情啊？原来那是在那个鹿港那边，以前曾经有过那个就是西南台风这样吹过来的时候啊，海水倒灌到那个都头盖处的地方。然后头盖处就融化了，就死了嘛。所以说整村的人就死了一大堆。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其实里面藏的是那个，在一个天灾的时候，就他整村都死了一大堆。然后那种愁云惨雾的那种状况，那他这东西，其实他理由原因是这样过来。可是当他的作品放在一个抗争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潮流的时候，就他的张力是会很容易被接受。你看这个东西就可以知道，这个死亡的感觉就很像是浮尸，然后被绑起来，身上都粘了一些草或什么东西。那个，这个是像黄步青也是大将，还有陈建北也是大将。陈建北早期都会做什么？他比较他的作品就很简单的说。地上写了很多的那个数字，几年，然后结束于同样的年，这什么意思啊？就一大堆人，不管你是小孩子是老人是什么，都在同个时间，大约同个时间死掉。也就是说，在战争在迫害，然后就有集体死亡的这种东西。那他做了很多东西，或者说那个阿里山上面那些树啊。被日本人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北门那个地方，那边是个小那个窄轨的火车站，然后那边呢本来有一个那个萨马迪啊，就是泡杉木的，免得木头会裂掉。还有我再讲一个就是这是防卫证那这陈荣斌也是。他就找了很多那个电话簿，可以找一大堆，然后电话簿堆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刻个人头，刻个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些人他都非常懂得材料，非常懂得做，规模很大的，而且他这东西可以做几十年，不断的发展。就是他很耸动，而且有议题，可以有各种联想。这工地秀我现在就不再讲。可是我觉得说公益展我讲一个就很重要。他说。我这念完之后我就可以结束了。公益展不是它的主题，其实它重点就是说，公益特展来自2号公寓的15位艺术家，而且里面有隔间。它隔间其实要说什么东西啊？隔间是用呈现多元化的一种相对理想的格式。虽然2号公寓是个整体，它的15个局部决定的个体户，简单的说，2号公寓没有人领导。每一个人都是个体，就是独立的个体。那2号公寓会变成什么东西啊？是由这些人所共同撞击出来的。这里面没有公约性。这个字啊，应该他们真正的精神领袖应该是连德成。他说没有公约性就是好像有时候好像有可是可能其他人未必就同意，可是他们也可以一起展所以他就说2号公寓就是它不能够维持那么久，跟这也有关系，因为就各做各的。那当这些人就很强势，他们就出去了，那剩下的就比较普通的所以它维持那个就是那个主体性，它主体性不是国家主体性，而是那个个人的主体性。个人可以他依照自己的发展自己去做，他不需要去配合团体他团体那配合团体那是比较消极的，比如说我不做商业行为，可是他可以在外面去做商业行为就是他其实他那个就制约的那个程度是很低。还有2号公寓曾经去声援过文化大学的那个许昆城压迫学生，
要学生就范，要学生只可以画什么东西，不可以画什么东西哦。这个应该这里面有还有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就傻傻的我就写了3000字到联合报去声援那个文化大学的学生的那什么罢课运动，而且他们就请了外面的老师在草地上面就上课哦。还有呢，这个就不用讲那么多。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吴宗伟哦。还有这个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美术馆馆长，就是因为他太绿了哈，那所以就把原来那个已经确定的那个要典藏一个黄海云，跟我差一个字，他是比较喜欢东北的那个风景的，他画了很多画，很棒啊。可是已经说好要买了，可是他就硬是把那个人就弄掉，然后去买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市长的那个太太的姐姐妹妹之类的。那还有他又就有压迫里面的馆员。那当时啊，就是那个黄志扬也是里面的哈，他就文化大学毕业的，那他说他就叫我跟连德成说，我在某月某日在美术馆的前面要弄个行动剧，你们要不去看看？好，我们就去看了。看完以后啊，他说好，连德成你上来讲几句话。讲完以后呢，然后黄海明上去讲了，这样我们就下不了台了，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我们就变成那个除色小组，因为太绿了，所以我们要除色小组。然后呢，就最后真的是把那个美术馆馆长弄下来。哦，就这里面当然有运动，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就说你的那个这个运动，这个把美术馆馆长弄下来里面，你有3个主要成员是2号公寓的。哦，那这样的话，就说2号公寓对于那个就是很专制的这种事情，他特别讨厌。哦，好，我这样讲就可以了。就是说，从这样看，就是说从他们做过几个大的行为，而他们到美术馆是这样搞，其实这就是他们的那个不是画派，不是风格，而是他们在面对社会的那个态度，其实是还蛮一致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那个2号公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它其实是算是一个蛮对抗性的，或是也嘲讽的。然后说，因为他们也会写也会演，所以呢，就说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说，而且就说在那个时候，其实呢，整个社会基本上是可以认同这样的行为，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有产生这样的一个回响。可是我觉得说，他们这个回想，说不定可以在那个李俊贤那边可以看到一点点，就是那个新兵码头啊，或者说那个后来的那个叫做那个什么鱼翅客啦，哦，就他那边跟这一样，就有点像。好，那我就今天就讲到这边，可以了。好，非常谢谢黄海明老师，稍早帮我们补充了非常多的脉络，包含那些当时的一些社会跟艺术背景，还有尤其是成员们如何不只是以2号公寓的身份一起做些什么事情，还有成员个人以自己的角色去参与不同的艺术运动。那个时代啊，就很容易培养出能量很强的人，就是他特定的时代。现在不容易，因为没有机会，就他是各种条件搭配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哦。要不然你说了没有人回应，你就不会再做了。但我自己其实是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也许可以请老师分享新的观察，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2号公寓成立的时候的那个时代，北美馆是1983年才有的嘛，然后所以在2号公寓成立的时候，1989年可能各地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美术馆这样子的展示的地方，可能以商业画廊或者是地方的文化中心居多。那像刚刚老师讲到说，艺术运动主要在于大家手牵手一起去挑战现状。那在
2号公寓成立的那个时候的现状，我们说主流的艺坛其实仍然是由商业画廊去组成的市场嘛。可是当我们现在再回头讲的时候，其实去讨论那个它引起的最大的改变，反而是由二号公寓以及一通公园。还有其他同个时间的这些替代空间。还有就是number one， 就是有一个就1号。no one，那个也很强悍，可是可是我觉得他的论述能力比较少，而且他是一级少，人太少，是没办法成为气候。是，但总之这些空间呢，他们其实对于美术馆，如何去理解他们要呈现什么样子的艺术，也就是当他们刚开始还被称为前卫艺术、实验艺术，到某个时间开始之后，就变成了美术馆都接受了这样子的艺术形态，然后到现在我们称之为当代艺术这样子的过程。那想要请问老师是如何观察2号公寓以及其他替代空间怎么样对于美术馆的体制造成这些影响？大家可以这样说，就是假如说你们去找美术馆那个早期的展览还蛮中性的嘛，就是有抽象的，就是专门讲那个材质的，那有硬边的抽象，也有就是书法式的抽象，还有就水墨啦那东西有书法也有啊，就是它就是它基本上在传统的绘画。然后也有书法，也有比较极限的那种的抽象的，或者是硬边抽象。还有特别那个时候有个东西进来，就是像林寿宇啊，那或者说那个庄普啊，还有赖纯纯啊，就是那个可以做得很大，然后那个硬边的，然后就是做材质的、几何的这种，其实在那个早期的那个美术馆里面。有相当的重要性，而且那个时候啊，因为那个连德成他说那个时候的美术馆啊，就是你可以想的话，就是早期的那个画就这么大，放到美术馆里面，他们说那个叫做贴邮票，在墙壁上面贴邮票，所以就是美术馆时代开始之后呢，就逐渐有大的作品，而大的作品呢，就会像那种。比较极限的材料的那这种它或者那赖存储那个很大的一个那个保丽龙块啦，然后涂上颜色，就这种它逐渐就进到美术馆里面去。那但是早期不会有批判的嘛，早期基本上没有那个东西。那我觉得是说哈台湾的美术馆呢，我是觉得说。差不多在91、92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有那个叫前卫艺术空间嘛，那底下那个里面那个前卫的大胆的程度就不下于现在的那个展览而且那个时候就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已经把那个什么吴天章啊、杨茂林啊，他们就是直接丑化那个政治人物那种作品，也就可以直接搬到那个美术馆里面去还有就是到了那个1996那个台湾主体性的那个展览呢，根本就把那最色情的、最丑陋的，还有各种那个民间宗教的那个东西，都把它搬到那个美术馆。就是我就是台湾解严的这种事情，说不定就让那个台湾的人的性格，这不是我说的，是那个萧崇瑞说的，说台湾人的性格里面有那种叫做狂野就是喝酒大声说话，或者骂人的时候还话骂得很难听，就是他很直率的会把他的愤怒、他的喜悦、他怎么样就直接放出来的，或者说台湾人里面其实他有很多人是早期就是生活困难来这边冒险的开垦的，就是说这种，或者说有些跟我们讲类似像强盗一样的，就是说有这种的这种的性格啦。那当就是说在那个解严之后啦，这种东西它直接就呈现在那个在社会中间直接呈现在那个抗争的运动里面，它也直接呈现在那个艺术的表演里面，而且我觉得说它也会呈现在那个比如说
像在新民码头跟那个李俊贤合在一起的，就一起在晚上喝酒，然后那个就鱼刺客，然后他们要对海，对于那个工人，对于那个蓝领阶级，他们生活方式很熟的。那讲话的基本上不讲国语，然后讲话的话就是声音很大，一边喝酒一边讲话，就谈艺术，就说这个呢，都是，但是这跟那个本土化有关系。还有就是说，如何再回到那个就是台湾人的那个性格，台湾人讲话的 quick out 的那个他的感性的模式。那这个应该是在那几年排山倒海。那所以美术馆它也就从善如流啊，这个东西很快就进来了。是，谢谢老师。那我其实刚刚也想到说，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是，当然一定不可能只有单一或者是一两个空间造成这样子的转变。对，是。然后所以其实像我们一开始在简报里面看到，同时期，比如台南有高雄有阿普，然后他们也似乎都有某种默契，是说好像我们既然都是这一种替代空间或者是合作化了，对，会串联一起。那这个串联某种程度上，它也造成了一个更多的舆论吧。那如果用那个许志贵老师他当年的话来讲，串联到一个程度之后，这个就变成正常了。因为大家是这样子，就是我有胆子说，因为你不要说我是不正常的，因为有好几百人都在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就台湾在解严之后做过几次这种大的会事嘛，华山曾经有他的角色，华山在就华山的时代，因为华山是那个最大的替代空间，而且它很大嘛，它最自由的时间可能有4年你知道几档吗？2000档，就是各搞各的，就没有不用评审的展览有2000档，你可以想看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在那个1998、2001，就差不多在这个时候，1998到2001，再过来就管制。还有就是在2002的2000年的时候，因为就台湾开始就办那个真正的国际的双年展，那个时候我在华山是当头，那我就说不行啊，这个整个那个国际都进来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串联台湾所有的大的替代空间，比如说高雄有博尔码头，那个花莲那边也有酒厂啊什么的这种空间，还有台中也有，还有宜兰好像也有，然后台北也有，所以我们就请台南啊、高雄、屏东啊，还有花莲啊、台东啊，还有宜兰这，就是他们就各找一个策展人，找一些艺术家去呈现他们城市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力量，所以他们就把它搬到华山，整个华山整个华山的空间都由这些空间的那个艺术家就充满在这边，突然间哇，那能量强得不得了哈。那这个时候就这个东西正好就跟那个台北的那个2000年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无法无天那个展览对话，然后之后呢，2002台湾前卫艺术展，就是我们就广邀台湾的所有年轻的艺术家，每一个人出现作品，也不需要太的那个太去挑选评审，然后呢也是就有100多人，人数我忘记了，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散布在华山的4联栋连在一起那个然后也放在那个美国新闻处的空间，也放在那个南海艺廊的空间，好像也放在那个文化协会的空间。这个时候那简直是梁山伯108条好汉，就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经过检查，那就放在那个华山，放在总统官邸的附近的那个叫文化总会，放在那个时候正好闲置那个美国新闻处。这个时候它都是创造出
那个时代翻转的，那这种就艺术的各种能量都可以被释放出来的，哦，就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几年之间，就是突然间就转变成另外一个气息，但是在之后呢，我就说之后改变不会太大，可是之后呢，慢慢的有一些就理论啊，或是就比较正式的流派进来，就它开始就比较精致化、比较系统化之类的。可是就是那时候就以前因为没有太多老师嘛，所以那个艺术家创作是各凭本事嘛，就对。所以有自己创的，有些是对外来的东西误读的、改变的，所以这种东西就一下子几百件这样进来，就是那整个那个台湾人的那个说话的方式，还有艺术的那个感性啊，就在差不多在差不多在那个19的那个差不多1990的中间的地带就已经清楚了，然后到那个2000年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比较有规模就出来。可是这个时候呢，也是开始就是管制的，就是那个政府的补助啊，还有就是那个公共艺术啊，这些都是可以管，而且钱很多的，而且就各种就是这个转变就会可以看到是艺术运动这种事情，其实到后来都变成一个可以补助的一个要帮助社会就不同的地方的一个地方创生，或者说地方发展跟那个观光什么东西在一起一个状态，这么一个转变。我看这些空间的串联，不管是老师刚刚讲在那个华山的替代空间串联的展也好，或者是在后面 CO2 找了那个全台替代空间一起做展也好，就是在我看来，其实这些串联并不只是把它们集结起来作为一个动能而已。那它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每一个替代空间，其实就跟我们看这次比如说2号公寓，或者是我们做其他档案的背后动机是一样的，就是透过看每一个替代空间，它是为了因应什么样子的状况，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产业生态而选择自己做这样子的空间，其实可以回过头来去分析当时的艺术生态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改变。那这其实刚好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整个档案计划最大的宗旨，就是我们在做这些空间档案的时候，没有错，就其实很多的独立艺术空间都很重要。然后我们其实当然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空间档案都收过来，但我们希望能够做的是透过不同空间的档案去描绘这些独立艺术空间，他们独立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它可能是商业市场机制，它可能是美术馆的体制，那它也有可能是2000年以后新兴的这些艺术大学的体制。那所以其实我们要去谈艺术，台湾的当代艺术发展的时候，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究的进路，反而是从独立于什么开始去回头看，当时各自碰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有一个组织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在2000年左右，或是稍早一点点，在屏东的竹田，什么田不是？就是由一些客家的艺术家，他们在一个闲置的火车站，因为高铁过以后，那个就普陀小站就没有用了嘛，哈，所以呢就有很多的那个慢的火车，还有他们的仓库，就可以变成给艺术家使用。那在屏东那边就有个空间，那当时就有一些客家的艺术家就进驻到这个地方，你知道他们其实是要为当地的客家的农民做事情的。所以他们到那边的话，就是把那个比如说客家人那个时候就本来他们都他们是养猪，然后就种那个槟榔然后他们其实是那个就产业要转型，那他们就进来就是帮忙就是帮那个农业做一些创意，他们其实有这样的想法那后来也办了展览，就是那李俊贤就进去帮他们策展，所以那个展览就是就是那个味道最浓，味道很浓，而且那个撞击性比较强的，可能最后了2000年
我的那个就是1999就被打得很惨，他的东西，其实他原来是非常愿意去帮地方做什么事情，可是啊，也是稍微被批评了一下子，哦，那差不多是最后的了。那之后呢，就那种比较像是那个无马力的这种的一个展览，就逐渐变成比较主流。好，今天非常谢谢黄海明老师的分享，然后也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这个计划的公众活动。这是最后一场，今年最后一场。但我们明年的4月会办一个国际研讨会，在这个国际研讨会里面呢，会介绍我们这次所有计划的整体的成果，然后也会邀国内外不同的讲者来就独立艺术空间这个议题去做不同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所以也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持续关注我们计划的。应该很好玩，就是9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无暇去研究，无暇去整理，而且那时候啊，就是那个博士班的那个，就是有受过博士训练的这种人不够多，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么复杂的材料，或者说他那个收集不够哦，或者说已经没办法收集了啊。可是后来的应该都收的蛮好。我们这个计划就是努力在做了。那请大家就是掌声谢谢黄海明老师，谢谢大家。